曾经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奥林波斯众神，竟然因为某人的一个梦而被化为乌有。从此，在古希腊世界盛行千年的多神崇拜便迅速地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如今行走在希腊大地上随处可见的神庙遗址、脍炙人口的神话故事，似乎都只是在向我们叙述着众神那曾经的辉煌。那么，是谁做了一个什么神奇的梦，居然能产生如此不可思议的结果呢？话说，公元49年冬天的某个晚上，正在小亚细亚各处传道的使徒保罗，梦见了一个身材魁梧的马其顿人，恳求他到马其顿去，并说那里的人急需他的帮助。梦醒后的保罗认为这一定是天意。天亮后，他便与2名随从一起乘船前往罗马帝国辖下的马其顿地区的腓立比城，开启了他在希腊传道的拓荒之旅。第2天，他们从卡瓦拉码头登陆希腊北部马其顿地区，后经陆路抵达了腓立比这一个罗马帝国在马其顿地区的驻防城市。有一天，他们来到腓立比城外一个当地人聚集的小河边，向当地人宣讲天国的道。在场的众人对他们所讲的道理有不置可否的，也有强烈抵制的。这其中有一位开高档布料店的女老板，却对保罗所讲的道深信不疑，并带着自己的家人一起在河边接受了保罗的洗礼。她就是吕底亚，第一位欧洲的女基督徒。在接下来的传教活动中，由于保罗所宣讲的思想与当地主流的信仰相冲突，而且他的行为还触动了当地部分人的利益，腓立比的地方官把他和他的同伴希拉关进了监狱，并吩咐狱卒对他们严加看守。不料，当晚发生了一场地震，把监狱的门都震开了。在睡梦中惊醒的狱卒，原本以为犯人们都乘机逃走了，就准备拔刀自杀，却被保罗在黑暗中喝止。原来监狱里的犯人在保罗的带领下，一个不少的都待在牢房里，没有逃走。这狱卒对保罗所传之道早就有所耳闻，当晚的这些经历让他彻底放弃了疑虑，当即带着自己的家人接受了保罗的洗礼。后来腓立比的那个地方官听说保罗有罗马人的身份，于是便亲自将他和希拉释放，并劝他们离开了腓立比城。离开了腓立比的保罗和希拉，经过一路跋涉后，来到了马其顿地区的另一个大城萨罗尼基，继续他的传道工作。这里的很多希腊人，包括一些贵族太太，都欣然接受了保罗所传的有关天国的基督思想。然而，这却引起了萨罗尼基犹太教徒和那些崇拜奥林波斯众神的信徒们对保罗的不满。他们纠集在一起，要将保罗以违反凯撒命令、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抓去审判，最后却没有找到保罗。
晚上，有几个接受了保罗洗礼的撒罗尼基人，将保罗一行护送到了维利亚城。保罗刚开始在维利亚的传道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很多当地的希腊人都接受了保罗的洗礼。后来，那帮在撒罗尼基没找到保罗的人，得知保罗在维利亚后，便一路追了过来。在信徒的劝说下，保罗独自南下到了雅典。在雅典停留了近1个星期里，保罗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献给奥林波斯各个神的神庙神像与祭坛。这一切似乎都在告诉保罗，这里的人对奥林波斯山众神的信仰已经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正当他在考量如何向这群狂热的多神教信徒们传播天国之道时，他发现有一座祭坛上竟然还写着“献给未知之神”。此刻的保罗已经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突破口。在雅典停留期间，保罗每天在雅典卫城下的集市里与雅典各个流派的思想家们辩论，甚至拿着每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人传播天国之道。有一天，雅典人将保罗领到了战神山与众人辩论，这里是雅典人进行最重要的审判与辩论的地方。起初，众人对保罗所说的天国之道都是嗤之以鼻，或者只当笑话听听而已。随后，保罗话锋一转说道：“我看得出你们对奥林波斯山众神的虔诚之心，但是同时我也看到你们在敬拜一位未知之神，而我在这里向你们传播的天国之道，正是你们所敬拜的这一位创造了天地万物之神的道，只是你们还不认识他而已。”保罗说完就离开了战神山。由于雅典的各思想流派与奥林波斯山众神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保罗在这里的传道工作收效甚微。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人接受了他的洗礼。这其中就有战神山上的一个主管狄奥尼索斯和一个叫大马利的雅典妇女。隔天，保罗就离开雅典，到了科林斯。保罗时期的科林斯是罗马帝国通往小亚细亚的一个海上交通要塞。这里不仅常年聚集着欧亚各地的富商巨贾，还是东西方各种宗教与文化思想相互交流碰撞的繁华都市。正是因为看到了这里的思想与文化的多元化与包容性，保罗花了1年半的时间在这里传道。他平时与2个犹太人一起以做帐篷维持生计，每逢周末就在城里宣扬天国之道。直到他离开科林斯时，这里已经有了很多原本敬拜奥林波斯神的科林斯人都接受了保罗的洗礼。公元52年前后，保罗圆满地结束了在希腊的圆梦之旅，回到了叙利亚。从此，基督教的火种就在希腊各地被他逐一点燃了。在之后的200多年里，尽管面临着被多神教的残忍迫害，基督教的火种却悄无声息地向更广阔的领地发展壮大着。直到公元313年，康斯坦丁大帝在米兰颁布赦令，基督教才扬眉吐气地成为了一支被罗马帝国认可的合法信仰。直到公元380年，罗马帝国皇帝
狄奥多西一世在萨罗尼基颁布赦令，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并严厉禁止任何其他宗教信仰的存在。自此，奥林波斯山的众神便彻底的退出神坛，而沦为了神话。